个也是其中一个我遇到最常见的问题，是那个项目没有成功到。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很多大项目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给了投了很多钱？那问题是在于每次做了到结尾的时候，对不对？就是收工收不到，就是特别多问题。这种情况其实在 IT 界里面是常见的问题来的。当然是有方法可以去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第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黑纸白字。如果有律师介入来说的话是最好，因为算是比较正式一点的。因为我们一般的那个合约来说，我们就做 stamping， 当你做 stamping 的时候，它就可以带上法庭了。所以这个合约是谁拟出来的？基本上双方面也可以拟。通常因为客户都是给钱那一方嘛，当然他去叫那个 vendor 去做这件事情了。这样 vendor 做一定是保护 vendor 哦。那你不可以这样说，因为客户也不是说，你给我合约，我就什么都没有看，我就直接签了，对不对？可能就是给他的律师看了，没问题了，这样子。所以我们是有权利叫 vendor 拟 agreement 的啦。双方面需要去拟也可以啊。就是大家谈过的事情写成 list，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对对，比如说你们在进入这个项目之前要达成什么样的协议？这些协议分为几个 section， 就是比如说，这个合约是什么公司跟什么公司签的？这个合约里面主要讲的东西是什么？这个项目是什么？然后过后还有这个项目来说会维持几久？大概是多少钱？如果这个项目出什么问题的话，那责任是归居于谁？怎么赔偿？所以这几样东西，你就拟了一个合约出来，对不对？双方面去签了。签了过后，他们就是拿去做一个 stamping。当然，如果你要快的方便来说的话，其实你在谷歌那边找一找的话，你就可以找到一些template， 那你去改一改名字，改一改里面的内容，这样子不是合法的。这个东西对很多中小型企业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大部分我们都会在口头上协议WhatsApp voice message 就当这是一个协议了。那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其实正在方便你，可是改次你就会特别头痛了。有项目出了问题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可以做什么东西。接下来的话，我要讲一个更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后续的这个维护。说维护费多少钱？维护的内容是多少？其实，在这个 IT 界里面，维护这个东西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你们必须要知道的，它叫做 SLA，Service Level Agreement。Service Level Agreement 的意思是说，双方面同意的维护的范围跟规定是什么？比如说，我恢复你的时间是在24个小时里面，我也会在2天或者3天里面把你的问题解决，这些东西都要写出来。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时间，的确是一个痛点啊。系统一出现问题，我们是10万火急的，24小时太慢了啊。所以这个 agreement 我们应该怎样保障？那基本上这个东西的话，你们是必须要跟你们的 IT vendor 谈说，你的回复时间是多少？那你跟我处理的那时间的话是多少？那你刚才说的对，其实24小时的话的确是太慢了，所以你就必须要在那个合约里面定说，我要你在1个小时里面回复我，我要你在6个小时里面把问题解决。当然 IT vendor 是有权利跟你就是做一个协商，说，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可能我们资源有限。所以你怎样建议我们去跟那个 vendor 谈呢？比如说你们的服务器上不到了，或者是你网站确认上不到了，是影响到你们的公司的运作，要下订单下不到，那个支付那边出了问题，这些都算是比较 urgent 的。除了回复你的时间之外，维护的范围是什么？加新东西来说的话，价钱怎么算？比如说只是改一些字眼，改一些图片这样，是不是在维护费里面？所以维护那一方面的话，其实基本上是整个项目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块。那第3个我遇到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是，源代码是归谁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做 IT 的时候，对不对？我要怎样绑死我的客户？我基本上就是不要给你代码，那我提高你的这个所谓的 switching cost， 就是你跳槽的费用。你 switching cost 越高来说的话，你基本上你要把我换掉，或者是你要换掉这个系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的。所以他们都会做这样的事情。我知道我讲这个东西来说，很多 IT 人会直接轰我的，就是为了大马中小型企业的着想。如果你这个代码没有跟他谈好来的话，我要换掉人的话怎么办？你要知道一样东西，就是讲没有任何一间公司可以就是长长久久、永永远远下去资助你的这个系统。除非你找的是那种很大型的企业，比如说微软啊、谷歌啊，那你找这种所谓的就是支撑 IT 老将乎 IT 就是你们看到我介绍他做过什么 IT 这样子的这种人，尤其是 freelancer， 我不是说每一个 freelancer 都有那个问题啊，只是说我遇到太多说他们因为一开始要便宜就找 freelancer 去做了，
结果到最后系统出了问题之后，他们找不到人了。那如果你们真的是有兴趣知道讲，要讲找对的一间公司的话，你们在边给我按一个赞或者给我分享出去。那如果有100个分享出去的时候，就是我下一个影片我跟你们讲要讲找一个好的 IT 啦。所以维护这方面的后续的东西其实是更加重要的，因为你们的网页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商店随时会发展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性的。自己本身也没有一个 IT 的，你没有一个 in house， 那你都是靠outsource， 那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找一个 developer 做了一个系统之后维护是另外一个 developer 可以这样做的吗？通常很少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我们尝试过做这样子的东西的，其实我们也觉得是特别吃力不讨好的，因为我们要重新去读过他写的代码是什么。如果那个系统那边有其中一部分出了问题，我们因为不是我们写对吧，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文档就传下来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每一个去看。所以大部分的这些 IT 的这种公司也不想去接手别人做过的东西的。你刚才说的那个 switch 就是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要换。对，在这个 IT 的这个服务商突然间跑路了，找不到人了，那真的是顶不顺他了。所以这样子情况之下，你要做的东西是说，你把你的代码给我，找另外一个人帮我去维护。OK， 制定一个自己的 APP， 制定自己的网站，它的失败的几率当然会比少个这种 Shopify 高。当然它的好处是在于说，你可以做你自己想要做的。customize。对 customize， 那这个 customize 有好有坏。那很多这种客户觉得这种东西做出来是很简单，他们都会觉得，我要怎样改就怎样改嘛。我们已经写了一个清单，可是你又要后续要再改这个，又要再改，那就一定会出现很多问题了。那这个东西一方面的话，情绪上对那个 programmer 来讲的话就是不爽啦。那第二点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在做之前的时候，我们是已经有写下来，我们怎样去规划这个代码，我们怎样去规划这个数据库。那如果你突然间中间插出一个程咬金进来的时候，就会打乱整个我们的流程，而且有时候会把那个系统变得不三不四的。最好的方式是说，我们先协商先要怎样做，在那个你们的合约里面，或者是在你们的这个 quotation 里面，写清楚说，我 in the future 可能会加自己的东西，我们就会留一个空间出来。那我们的代码也不会讲写字，就是我们会把它生动一点这样。就好像起一个建筑这样啦。本来那个客户讲我要起10层楼，然后你就先打了10层楼的地基，结果他突然就跟你讲哇，就50层，是这样子的意思吗？对，完全是这样子。情况通常项目失败的几率是特别高的。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我今天也没有办法可以讲完了。马来西亚因为最近在推出这个数码化是说包括你大部分的公司的这种operation 以数码来取代，那涉及的领域有包括你的这个营销 digital marketing，post 就是你的这个收银的这个系统，然后还有就是 HR payroll 人力资源部的那一部分的那个系统，还有就是 procurement 去 sourcing 去采购的这个系统，电商 e-commerce remote working 就是 work from home 的这些。还有就是 accounting system， 关于这几个领域来说的话，你去购买一些软件，或者是你叫人家帮你就是定制一个软件，是可以得到一个政府出的一个58的补贴，最高可以达到5000。那如果你的这个系统是1万块来说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拿到5000块的这个 grant。所以这个东西除了在马来西亚，他们是通过 MDEC， 雪兰莪州有一个叫 CDEC 的，他们也是有提供这个补贴。那里面还有很多这种条件，就是中小型企业里面要的条件是什么？还有就是你要找的就是公认的这个 technology service provider， 或者是digital service provider。就比如说像我们公司，我们是一个公认已经认证的一个 technology service provider。那如果你跟我们拿服务，你是可以得到这个58%补贴的。基本上是这样子而已。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 ，OK， 我们就结束了。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下面的小铃铛哦。我们下次见，拜拜。